天又偶遇江爷爷在拍摄宝家的日常视频了。就是这样一部简单的手机，每天不厌其烦，日复一日的进行着拍摄。江爷爷曾说，福宝离开后，便不再继续做全职爷爷视角的节目。但是对于喜欢忙碌的人来说，如果一下便让其停下来，可能比忙碌是更累。而江爷爷就这样，又将每周分享宝家生活视频的事情重新剪了起来。对于宝家的事情，对江爷爷来说不分大小事儿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公开，而且同姨们一样，也都是在室外进行观看拍摄。当然，除了室外拍摄以外，宝家每天在室内的调皮样子，江爷爷也会分享。也因为江爷爷的分享，可以说姨们虽然不是爱宝乐园的员工，但对宝家园区以及饲养员办公室的布局了如指掌。而今天江爷爷在录制视频时，此时瑞宝辉宝正在树上玩耍。这平和的景象对江爷爷来说则是另一番理解。江爷爷认为辉宝此时这个位置睡觉不舒服，辉宝应该去另一侧的树杈中睡。江爷爷总是站在瑞宝辉宝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，想到的问题自然也与游客们不同。而爱宝此时就这样安静地坐在小亭子上表演着吃播。一会儿睡醒的辉宝来到爱宝身边来跟爱宝玩，但爱宝此时并不太想让辉宝过来。爱宝先是伸出小脚阻挡辉宝，然后又伸了小手一起进行阻挡，对辉宝的过来产生了浑身的抗拒。而辉宝只好躺在妈妈的脚边。这时辉宝两边都不被待见了。辉宝重新爬回小树上时，又被瑞宝阻拦了。瑞宝霸占了整棵小树。此时没地儿可去的辉宝满身委屈，一脸幽怨的坐在小树底下生闷气。辉宝欺负妈妈和姐姐这么久，终于被妈妈和姐姐联手制裁了。宋爷爷终于跟瑞宝辉宝妥协了。宋爷爷放弃了让瑞宝辉宝自己下班的想法，还是重新改回了用老办法接瑞宝辉宝下班，亲自抱瑞宝辉宝回家。今天下班点到了，爱宝上一秒还在小亭子上跟辉宝贴贴，下一秒爱宝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二话不说起身走下小亭子，来到了奶爸的员工通道门口。此时姨姨看了一下时间，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快到下班点了。爱宝这是在让奶爸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家。爱宝的心思和人类一样，下班后1秒钟也不想在公司多待。很快，宋爷爷就给爱宝把通道门打开了。爱宝回家后，宋爷爷立马来到了园区。这次宋爷爷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，从小亭子上抱起辉宝就往通道门口走。宋爷爷先将辉宝放在通道门口前，自己去给辉宝开门。宋爷爷给通道门打开后，辉宝也没有跟爷爷再次拉扯，直接大步走了进去。而此时的瑞宝看到妹妹回家了，自己就在小亭子上乖乖等待着，等着爷爷也给自己抱过去。瑞宝在小亭子上左等右等，迟迟没有等来爷爷，给瑞宝无聊的都吃起了妈妈吃剩的竹子。最后瑞宝没等来爷爷，等来了妈妈。此时的瑞宝心想，宋3岁终究是不爱了，现在他只爱他的宋光君。江小瑞的心情真是不管不顾。瑞宝这里也是有脾气的，示意宋3岁今天不亲自给爷爷谁来都没用。瑞宝生气的从小亭子上下来，踩过爷爷的芋头苗丛里，来到观景竹林前，捡了一片干枯的竹叶皮，然后转身躺下，就这样一边吃着竹叶，一边静等宋3岁出来。这想必是每个打工人每天最期待的环节之一吧。盛熙阿姨和江爷爷这里也不例外，每天都期待着今天食堂里又会做什么好吃的。路上时，盛熙阿姨一行人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今天的饭菜也很丰富。江爷爷一行人拿着餐具排队取餐。爱宝乐园的员工餐远比刘子们学校的午餐要好，而且不止一种。江爷爷和盛熙阿姨选完食物后，便开始大快朵颐了。吃饭闲聊时，江爷爷问盛熙阿姨周末去哪里玩。盛熙阿姨依旧是诚实的说了爱宝乐园以外的其他游玩地点。盛熙阿姨依旧是这般耿直。盛熙阿姨表示自己身材虽然比较丰满，但是自己还是看起来尤其是休息日，是一刻也不想宅在家。美美的填饱肚子后，盛熙阿姨之后来到了爱宝的室外园区，喊爱宝回房间休息。爱宝回来后，盛熙阿姨仍是没有停歇，接着来到了厨房，开始为宝家准备营养小零食。宝家永远都不会缺少仪式感。盛熙阿姨将胡萝卜雕刻成了小花的形状，先拿去给姐妹俩磨牙。虽然只是简单普通的胡萝卜，但不知有了精心雕刻的形状后，瑞宝辉宝吃起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心情？会不会像人类一样，面对可爱和漂亮的食物时而舍不得吃？姐妹俩看到姨母来了，立马赶来。辉宝这里激动的直接从滑梯上跳了下去。盛熙阿姨将胡萝卜递给姐妹俩后，将爷爷走出门过来凑热闹。等安排完姐妹俩后，盛熙阿姨又来到了乐宝这里，恰巧遇到了乐宝偷采观景竹的样子。很快到了下班点了，盛熙阿姨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，这也是每天工作中最难的一个环节。爱宝听到姨母的呼喊后，立马走到了通道门口，
不过爱宝刚要进去时，通道门关上了，这是因为江爷爷又在给圣希阿姨出主意，表示让爱宝给瑞宝、辉宝一起带回来。爱宝转头先给辉宝喊了回来。这还没有结束，为了让辉宝赶紧回去，爱宝跟爷爷一样，直接给辉宝推了下去。最后，整个熊猫世界只剩瑞宝了，因为就连乐宝都回家了，而且这时园区的游客也都走光了。但瑞宝还没有要从树上下来的意思，最后只能将爷爷出动了。瑞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立马给自己换了个姿势，紧紧抱住了树干。瑞宝挥着小手，表示自己拒绝下班，但瑞宝现在还小，将爷爷跟瑞宝拉扯了一番后，瑞宝这里便没力气了，只能接受现实，被爷爷抱回家。徐奶爸这又是给福宝按摩，又是给福宝喂小零食的样子。宋3岁要是看到这画面，想必心里一定羡慕坏徐奶爸了。福宝一边享受着奶爸的按摩，一边吃着胡萝卜，把死的恨。今天早上，徐奶爸来到园区，给福宝放置一会儿要吃的竹子，以及为福宝打扫刚才吃剩的竹子。福宝的青团，徐奶爸收了好几铲，毕竟福宝吃的多就会铲得多。等清理完福宝吃剩的竹子以及青团后，徐奶爸走前还将一部分放在了福宝的通道门口。一会儿福宝出门后，先是给门口前奶爸放置的大竹笋给吃掉。现在福宝每天吃的竹笋已经不成了主食了，硕大的竹笋，福宝一个接着一个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不管福宝什么时候来到园区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找竹笋，因为现在福宝的园区比较大，奶爸放置竹笋位置不是很固定，福宝在小床上以及小床下面来回寻找。福宝一边找一边抱怨着，表示下次奶爸能不能直接放在我一眼能看到的地方。福宝转了好几圈后，发现原来这次的竹笋被奶爸藏在草堆下面。当福宝找到竹笋后，并吃到第一口竹笋的那一刻，刚才的幽怨便也在这一瞬间消失了。吃完后，福宝就开始在园区玩耍。福宝的状态从展出后就一直这般活泼。福宝踩着树杈爬上小树，之后又从树上跳了下来，一个翻滚加一个帅气起身，直接帅翻场外的所有游客。福宝今天换了新房间，现在还有点不适应，正在新房间熟悉其气味。爷爷对福宝说，今后的日子福宝就住在这里了。以前福宝也在这个房间里住过，那时福宝和瑞宝一样大。爷爷说福宝这是在回忆自己的小时候。就在上午，宋爷爷值班时，来了2个工人，对瑞宝和辉宝的房间进行了重新调整，给里面的隔板进行了拆除。通过监控可以看到，拆除后的房间变大了很多。这时瑞宝和辉宝还不知道，一会儿自己房间将会变成福宝姐姐的，而自己将会去到姐姐的201房间。而今天在换房间时，爱宝以及瑞宝、辉宝都曾来过乐宝的房间。爷爷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乐宝，乐宝努力寻找着房间里异常的气味。乐宝寻找一圈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之后乐宝来到奶爸身边蹭了起来，想让奶爸给自己挠痒。爷爷表示乐宝简直比福宝还会撒娇。乐宝的皮套蹭在栅栏上，有一种水波纹的既视感，毛发真亮。晚上福宝躺在战损的小木床上，将爷爷来到福宝身边，和福宝说着操心窝的话。爷爷表示福宝自出生以来真的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幸福，爷爷非常感谢福宝。虽然福宝即将要和自己分离，而将爷爷表示自己会珍惜余下的这段时间，继续好好照顾福宝，这样福宝走后自己才不会留有遗憾。